我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句话，说好的关系是麻烦出来的。当时作为一个母胎单身25年的人，我并不理解这句话，发给闺蜜，她说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母胎了吧？就是界限感太强。其实我明白她口中的界限感不过是说，我不喜欢示弱，更不喜欢麻烦别人，以至于我很难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。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，我麻烦你这个行为存在的意义，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我，而在于你。不在于提要求的人，而在于被需要的人。母胎单身了25年的时候，终于觉得自己应该为恋爱做点什么。于是先是积极地找身边的朋友介绍相亲对象，还在常逛的论坛发了征友的帖子，因此认识了很多人，也有过心动的对象。我见到的第一个男生是从事金融行业的，待人接物礼貌周到。那天他说要来公司楼下接我，然后去吃饭。我急着回复他，你过来太折腾，还是直接到餐厅见面吧。吃完饭他要送我回家，我依然条件反射一样的说，别了，都这么晚了，耽误你休息。再后来第2面第3面，我依旧很好的维持了自己作为牡丹的通病，太有界限感。直到我们俩的聊天记录定格在最后一次见面后的深夜，他和我说了一句晚安，从此断了联系。第2个约会的心动男生是一个建筑设计师，面相随和又很风趣。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在商场里逛了很久，他很顺手地帮我拿着围巾提着东西，任我怎么拒绝都不行。他工作很忙，好几次下班说要来找我，我仍然是那一套词，这么晚了，你过来太折腾，别来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后来他也不再提起，再往后也彻底不再找我。那时候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开始的时候好好的，结束的时候却是同样的潦草。其实拒绝对方送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并不是不愿意，而是真的不想麻烦他。拒绝对方帮我拿东西，也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不该如此理所当然。但我从未想过，感情里这些过分懂事的时刻，也是将对方推远的时候。有些时候懂事这个词在感情里并不是褒义的，它只会让人突然感受到，原来自己不被需要。于是在经历过恋爱之后，我才意识到，那些亲密又稳固的关系不只有时间的加持，更重要的是在相处过程当中，一次又一次的彼此需要。正是因为觉得你很重要，所以才想被你需要。其实不止爱情，亲情也是这样。我之前听人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教授，他请自己的一大帮学生来家里吃饭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学生们都抢着帮教授收拾碗筷。教授赶紧走进厨房制止大家，说别着急，有专人洗。他走进卧室去叫自己80岁的老母亲，妈，该您洗碗了。只见这个原本还靠在床边打瞌睡的老人一下子精神地站起来，走进厨房把碗筷仔细洗好，分别收纳起来。看着母亲洗完，教授把她搀回房间。随后教授的举动让学生们惊讶又感动，他再次走进厨房，把刚刚母亲洗过的碗筷拿出来又洗了一遍。教授一边洗一边说，我妈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，碗筷已经洗不干净了，但你还是得让她洗，不然老人会觉得她自己没用了，心里难受。故事里对于母亲而言，洗碗这件事儿的意义并不是洗碗本身，而是在洗碗过程中被孩子需要的那种满足。成年后的我们总是拼命在父母面前表现自己多独立，可他们内心最害怕的就是我们不再需要他们。之前在雅俗共赏里看过一段话，柯达直到被破产的那一天，生产的胶卷质量都是极好的，只是世界不再需要它。
在情感关系里，没来由的不被需要，是比感受到我不够好更令人难过的事情。因为这意味着哪怕我自以为多么优秀，在那个在乎的人眼里，我永远无法得到肯定。社会学里对人有一种解读，人是社会性动物，这意味着他们不仅需要自我肯定，也需要他人的肯定。我想那些被需要的瞬间，就是那样的肯定。就像为什么人们都在说撒娇女人最好命，其实不是因为她们撒起娇来多可爱多性感，而是在她们撒娇的无数个时刻里，都让对面的人感受到了，原来他如此需要我，原来我拥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价值。感情里，被需要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它意味着哪怕在所有人面前都无坚不摧的你，最需要的永远是我。